美国考虑在两岸统一前将台积电炸毁，用心极为险恶，其目的能达到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费先生。近期，台湾地区当局与美国相配合，将台积电最尖端的3纳米芯片加工生产线移往美国。这被认为是台积电与美国都在为中国统一之后进行布局。如果美国用拉拢台湾芯片产业的办法，降低中国统一后对芯片供应链所带来的冲击，似乎还能让人理解。但是许多人都没想到的是，美国还有更恶毒的一招，在两岸统一之前将台积电直接炸成废墟。最近，在美国的尼克松基金会的大战略峰会上，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就建议，如果中国大陆进行武统，美国可能会摧毁台湾的半导体工厂。他给的理由是，如果中国对芯片制造进行垄断，就会像欧佩克对石油的垄断一样，这是美国所无法接受的结果。为此，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表示，已经在加快准备，制定行动计划，在最坏的情况下，将台湾熟练芯片产业工程师撤离到美国。美国陆军战争学院2021年发表的研究表明，美国和台湾地区当局可考虑制定焦土战略，通过威胁摧毁台积电的制造设施来阻止两岸的统一。他们认为此举将削弱中国大陆发动战争的动力，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将严重威胁到中国大陆的利益。其措施之一是，美台可以在半导体工厂安装自毁系统，以防止这些设施落入中国大陆之手。要注意，这种焦土战略与之前的豪猪战略大相径庭。焦土战略会破坏台湾的经济价值，但是却有意忽视台湾岛本身对中国的战略价值，并且未考虑中国民众对完成两岸统一的强大意志。美国国防部在其发布的2022年中国军力报告中承认，中国的作战理念和能力在对抗美军干涉台海事务时将持续获得常规作战优势。相比之下，由于官僚主义缺乏紧迫性和军事工业投资不足，美国的常规作战力量正在迅速下降。当美国的常规作战能力被削弱，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在加速，以及美国的战略模糊政策不再管用时，那么提出焦土战略就等于在默认美国无法通过军事手段来干涉台海事务。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真的有实力在台湾岛实施焦土战略吗？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大多数台湾的民众将无法忍受台湾最终成为焦土的想法。甚至台湾地区的某些政客也不想摧毁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因为失去了台积电，就将其失去一个大的税收来源和谈判的筹码。其次，台积电的战略重要性足以让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停下来思考，因为台积电一旦被摧毁，美国自身也将严重受损。就算美国担心中国大陆掌握台积电的后果，但是摧毁台积电对美国而言也将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道德灾难，因为摧毁台积电的行为等同于是国家恐怖主义。最后，美国政坛上的极端分子所提出的焦土战略根本不可能阻止中国大陆推进两岸统一的进程。美国人也承认，就算台湾半导体产业遭到破坏，可能也只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暂时性的损失，而两岸的统一将使中国变得更加团结、自信和强大，并成为复兴民族大业的重要标志。总体来看，美国人非常不甘心中国大陆在统一之后获得台积电的结果，未来呢，也有可能用威胁炸毁台湾半导体产业来阻止中国的统一进程。不过，随着解放军实力的进一步增强，美国炸毁台湾芯片产业链给自身带来的伤害，再加上炸毁民用设施所面临的道义损失，以及中国大陆可能对美国进行的军事报复，这些想法最终不过是美国的一些极端政客的嘴炮而已，丝毫不会对两岸的统一行动构成根本性的影响。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